第一次换到电车体验到的充电焦虑，就是那以前人家说啊，里程焦虑都是没有电车的人在说的。那现在我的感想怎么样？然后像现在我们有实际开车出去外面跑行程啊、出差啊，可能还要随时找充电站。好，那我们今天出差就带大家来看看101大楼的 Google 总部是怎么样子。OK， 好啦，那我终于买了人生的第一台特斯拉，那也是我的人生中的第一台电车。那老实说，现在还是在新交车的这种喜悦，那还是非常开心。但是其实很多人看到我换特斯拉跟换电车之后，他第一个问题就是问我说，到底从油车换过来会不会有这种充电跟里程的焦虑？那再来就是对生活的习惯这些影响，你可能要调整你行程这种方式，到底影响多少？那因为我自己当然也是电车小白嘛，所以我想说我就记录这个过程下来。那现在是我交车大约1个星期正式了，因为先前拿到车的时候是送到那个 Space T 去做隔热纸啊，还有包膜。现在是真的用了1个星期之后，然后要开始进行第一次的充电。那刚刚电量终于低于20%了，所以大约在那个区间前，那我想说就来第一次充电。那我现在是来特斯拉它原厂的超充，刚刚一查，在我家旁边，其实走路1-2分钟就有一个特斯拉的超充站。有没有很像是注定要买电车的人，对不对？排除特斯拉的超充来讲，其实刚刚在附近很多地方也都有看到，不管是第三方的充电站，布点算非常的满。那如果你真的单纯去讲充电站的布点的话，那一定是比加油站还要再广一点，至少在市区来讲。但是如果以超充来讲的话，像我就幸运嘛，家里旁边就有一个超充站。那如果讲第三方的充电站那种超充站再集合起来的话，我觉得它跟加油站的布点其实对比起来还是比较多一点。所以这个就讲到了第一点的体验啦。如果单纯只是从我家去先前开油车去加油站的这个距离，其实到超充站短的非常多。所以这个以我的用法来讲，第一个现象去加油站的这个时间比啊，虽然说加油的时间非常短，但是如果你开到加油站，比如说我家开到最近加油站，至少也要开个5分钟多啊。有时候看塞车的状况、红绿灯的状况，那我们就讲7-8分钟好了。那来回可能就是15分钟到20分钟。那你中间加油可能至少也要5分钟嘛，那就是大约25分钟。那从我家到超充站，就是1-2分钟。那如果来回的话，就在4-5分钟。那如果我刚从20充到80，它上面的显示是大约要30分钟。所以对比先前加油站稍微多那么一点点，大概多了4-5分钟而已。所以这个其实对比起来，会比先前想象中的还要短的非常多。所以我觉得第一点，在刚开始我们在使用这个充电啊，对比加油的方便性来讲，那我的使用状况刚好是差距不大。那其实在家里旁边就有超充站，用起来来讲，我也觉得非常的方便。然后加上我小孩就可以，有时候他想跟我一起来嘛，那他在旁边就可以玩个游戏啊，在萤幕上可以玩电动，然后他在后面可以玩电动。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消磨时间的方法。那另外一点就是，其实在很多超充站啊，像我家附近这个，它其实就一个停车场。那你下来之后，你其实没有必要在这边等嘛。如果你要去上个厕所，或者是你要回家拿个东西啊，旁边喝个咖啡，其实这时间也很快就消磨掉。所以目前初步体验来讲啊，至少第一次充电，我觉得它的整个状况，好像没有什么充电焦虑啊、麻烦啊这种不方便来讲，然后差距也没有我本来想象中的大。我们其实有一个电车群组，那很多人也会在里面分享啦。那我自己，大家用过、买过电车或是买过特斯拉的人，事后都会讲说，其实充电焦虑这一点，即使你在用车要开长程的这种情况下，也不会像一般人讲那么多。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讲说，里程焦虑这一点都是没有买电车的人在帮你焦虑，那你自己买了之后就不会有这种焦虑的感觉。好啊，那我再来也会持续记录我这1个月用车跟充电啊，跟这种实际开的这种行程，然后在外面找充电站的这种状况，然后也就是希望很真实的一个电车跟特斯拉小白的这种使用心得跟大家分享，这种长时用下来的这种感觉，充电到底有没有比较不方便？科比跟大家说嗨，你看我现在把我狗狗也带出来。好了，那再来我们就持续记录啊，然后跟大家分享这一支影片。那这支影片可能会稍微长一点，大家就继续看下去喽。那现在就已经充完了，然后大概其实在30分钟真的刚刚好。OK， 我们现在就要去101找一个老朋友，然后你看这边很方便哦。我现在在 Google Map 上面已经选完我们要去的地点101停车场，然后我们就按这个分享，然后我就选特斯拉的 App， 然后你看这边荧幕这边就直接跳出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
所以直接你手机上找到，你就可以直接分享到你的特斯拉，因为它就是 Google Map 的图纸，这点就会超级方便。那我们今天行程呢，就是要去101找一个老朋友吃饭，然后我们会进到101 Google 的总部，可以去看看里面的样子，等一下可以带大家看一下。然后再来的话，我们会去内湖找一个内科那边找个厂商，然后拿个东西，然后这就是我们一日出差然后电车的行程给大家看一下。OK， 走吧。好，永远行人优先，记得哦。看到行人就是慢下来就对了，好不好？当个先进的国家。101的这个停车场的车道，我觉得真的就是信义区的地够，然后又是这种国际级的百货，我觉得就是要这种舒适的车道开下来。A13其实它还有 B&W 专属的充电格现在都变成这样，就是厂商会圈自己的，有没有？然后同时也是广告，就是101哦，我们有专属的歌哦，奢华有没有？所以我不用自动，我不用那个辅助停车人工停车，101的车位又够宽。好，上去找朋友啦，我们就去吃饭。找老朋友聊了很多了，那就是朋友聊聊近况这样子。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内湖科学园区那里，也是去见一个厂商，然后去拿个东西。那我们现在电量大概快要低于20了，所以我们等一下可能在附近也找个充电，因为时间也还没到。然后看看附近有没有什么快充站可以让我们补个电，然后顺便等我们约的时间。OK， 然后我们就刚好在附近找一下有没有什么超充站，在我们等一下要去的点。OK， 有一个超级绿洲。什么是超级绿洲？它就是它是第三方的超充站啦。那它基本上就是也可以很快速的去帮你的车充电，所以它不是特斯拉官方，但是很多第三方的站其实都有这种超快的充电速度。刚好在那个堤顶附近的转角，让我们导航过去吧。OK， 好，那我们现在来刚好 CCS2 的这个快充也有开。这种充电速度要怎么看啊？因为好像有很多种规格又看不太懂，就有点乱这样子，是不是？其实现在新的特斯拉它都是用 CCS2， 其实以超级绿洲来讲，他们最高支援到360千瓦。那现在这个 Model Y Long Range 的话，最高就是250千瓦，所以基本上它就是都有超过那个 range。但是如果你要启动，比如说250千瓦的话，你就几个条件一定要有，就可能你的电量要低于10%啊，然后你可能在来充电之前，像他们这个导航其实蛮聪明的。如果你跟他说你现在导航去充电站的话，他就会开始 precondition， 就帮你的电池预备进入到那个状况，可能是加热啊，可能是让它的温度到达那个最适合充电状态。如果这两个条件都达到的话，你就会可能看它启动超过200千瓦的这种充电速度，可能到250。那我们现在是剩下18%，然后我们应该不会到那么高，但我们来看一下它现在充电速率怎么样。那所以现在的情况，因为我们是刚刚大概18、19了，所以它最高的峰值我们看到的速度就是大约是在，也是跟特斯拉的超充差不多，大概170、180左右。刚刚最高看到180千瓦，那这个速度大概就是你可能20% 以上，差不多就是这样，然后会慢慢的去降低这样子。其实看你的这个电池状况，有时候你当然可以超过，可能到接近250千瓦都有可能。那像其实我开到现在，我自己来分享的话，我大概原厂超充的使用频率是30% 左右，然后我的第三方的这种快充超充使用频率是70% 左右。那其实也是因为像我们现在刚好跑行程嘛，比如说我们可能约3点半啊或4点的话，那中间有这个空档，那我们已经跑到这边了，我就先来这边充电，也会变成为了说你可能70%你在外面找第三方充电站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容易找到，然后也非常的方便。那但除了方便之外，我觉得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用第三方充电站就是一个价格上面的差异。那像现在我用这个超级绿洲，他们有一个算是尖离峰的一个时段，像在3点之前的话呢，其实它的价格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是对比原厂的超充来讲，都还是再更便宜一点。它每度电就只要6.5块，那这是他们的基本的标价。那像我们群组里面就很多老车主他们会分享，他们可能有搭配不同的信用卡。那我这边没有业配啊，因为我们讲到3张不一样，这就群组大家分享。他们说有像是联邦绿卡，然后台新玫瑰卡，然后永丰 Green Card。
那这个的话，它就是每一张我们可以把它打在这边，我怕我讲错哦，它有一些细节。那大致上就除了你储值的话，它可能有10% 的回馈啊，然后你另外的话，每个充电的这个花费有10% 的回馈。那大致上它加一加的话，你可能最低每一度电只会到5.5块钱左右。那5.5块钱，我们讲的是超级充电的速度哦，就是你还是可以维持这种非常快的快充，但是它只要5.5块钱。然后我们刚刚也在地图上面研究一下了周遭，我觉得他们点点选非常好啊，像是这边我们刚刚就提醒交流道附近嘛，所以你今天不管是内湖上班或是下班，或者你今天过来这边办事，不管是进出内湖都非常的方便，你开出去就好。然后它进来的话又是一个转角，所以像我们刚刚那一面过来的话，你可以直接转进来。那如果你从内湖那边出来的话，你可以直接转进来，所以它算是点挑的非常刚好。那像你用绿洲的话，如果你信誉栏家里可以装充电站的话，那你出来再用他们的这种快充啊、快充站或充电站的话，它有额外的折扣。因为我发现很多观众进来我们群组，他们可能也是电车小白，那他们就会有一些问题，一开始会不太敢问。但是你要发现，其实在这个群组里面，就是我自己哦，自己是版主，我也是小白，所以很多事情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们也是靠版上面很多的前辈啊，很多那种老的车主来跟我们分享，那我才会知道这些资讯，像信用卡的这些折扣啊，然后在什么地方、什么时段去充这种超充的速度，可以省到非常多钱。那我自己觉得特斯拉，我觉得它的车友群组算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组成啊，就是我觉得大家都蛮友善的，可能也是对这个品牌都很有爱。这一集我们今天要讲，就是说很多人觉得说，到底说哦，刚从油车换到电车，或你可能本来在考虑第一台车要买电车的人哦，跟我们平常用车的习惯都不太一样。那你会不会有这种里程焦虑啊？没有加油站可以随时充电的这种充电焦虑？那或是有碰到的话，你应该怎么克服？那其实以我自己用车的情况来讲啊，不管是市区里面的这些短程接送小孩，那或者是像我们这种出来办事啊、出来出差的这些通勤状况，那其实买到现在大致上这些所有的用途，那甚至开到稍微远的地方，我都有体验过。所以我们最后再来做一个总归纳。那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其实不管是特斯拉原厂的超充站，那或者是他们第三方的这些快充站来讲，其实它的布点是非常的广。现在的情况，我其实很老实的说，变成我去超充站，或是这种第三方的快充站，其实它是比我去加油站还要近，还要方便。你计算去加油站来回的时间这个距离，然后加上我去超充站充电，虽然充电时间单笔充电时间对比加油稍微长一点，但如果你去计算这个通勤的这个来回的距离的话，其实它的时间消耗是差不多的。那加上如果你今天使用超充站的话，其实你到那边很快嘛，像我家过去1分钟到了，然后你的电插上去之后，你不用坐在那边等，其实是可以离开，去旁边买个咖啡或者买个饮料，什么都可以。事情办完之后回来，它的电也充得差不多了。那第二点，像我们这种出差的状况啊，那当然我自己活动的区域比较像是双北的这种区域。那双北来讲的话，我觉得像我那天去林口，然后像现在来内湖，其实都是非常容易找到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快充站。那甚至你要找原厂的，可能也不难找到。那我碰到的状况，刚来也都不用排队。那现在旁边也还有空一个 CCS2， 然后在这个时间点都还是充得到，所以也不用再去等它这种感觉。那所以我今天如果是在等客户或者等客人的时候，中间这个时间差，我去补一下电，其实速度超级快，补个10分钟也够我再开个几百公里。那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实际上你省下的钱其实是蛮可观的。在我去充电的这个过程跟距离来讲，其实对比加油我没有耗到更多的时间。那即使像我这种家中不能装充电桩的人，我都要依赖出来用这种快充第三方充电这种情况下，而且我到目前为止全都是用快充，就是比较贵的那一种。那以现在我们直接对就是表定上面的费率对比起来的话，我还是省下40% 的钱哦。那这边还没有计算像我刚刚讲这些信用卡优惠啊、储值的这些优惠等等。那如果那些全部考量进去的话，充电时间点再去算的话，那其实你可以省下大概60%，可能到70% 都有可能。那这个是我全部都用快充最贵的充电情况下，那还是花不到加油钱的一半。所以这个如果你平常使用车的情况可能比我更多啊，使用里程更长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时间一分摊下来，这个钱一分摊下来，其实非常的可观。所以我觉得以这个特斯拉小白的心情来分享的话，我会觉得初步体验起来，我觉得用特斯拉真的非常的划算。那我觉得方便性上，还有你使用上的这些行为，就有一些思维跟习惯去调整过来，你会发现其实没有什么转换的这些痛处在。那加上如果你用车的情况又跟我非常类似的话，那我觉得可能相对起来对比油车还再便利一点点。那我们这些都还没有提到任何像是特斯拉其他驾驶上面的这些优势啊，软体上面的这些习惯，像现在有个新的软体更新，增加一堆新功能。那对比起来，它又有这个辅助驾驶上面的功能，其实它辅助驾驶的能力在现在的车里面算是前段版，数一数二都有可能。未来又有这个自动驾驶，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多的优点在里面。那当然，这台车不会全部都是优点，一定会有一些小地方啊，换过来它的造车的方式不一样，思维
会不一样，会有一些差异性在。但我觉得优缺点要去评断的话，我觉得可能再开一阵子，那我们再比较长期的去分析一下，我到底真的换过来以后，可能用车的这些体验上面、驾驭体验上面有没有什么优点跟缺点，再跟大家分享。OK， 好，那我们今天影片就是很快分析一下我们开电动车的到底里程焦虑这件事情换过来有没有？那有的话怎么克服？碰到这些问题的话怎么解决？那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一起在我们的影片下方讨论，或可以加入我们的群组。OK，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边有我们下次片见，拜。